大家都知道啊，美联储国债现在已经是超过37万亿了，它每年光要支出的这个利息是大于 1.4 万亿美元的。虽然目前只降息了25个基点，但是在一年的来看啊，它至少可以节省利息35亿美元以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可以刺激大众来取钱消费，并不是因为之前的高利率而选择把钱放在银行里吃这个利息。第三点，它可以降息，它通过降息可以降低目前美国国内这些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就意味着企业有那么意愿开始愿意扩大生产规模。 Good afternoon.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本频道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入场啊，在以往大家提供的这些标的当中嘛，我们也会是择优录取，找到形态好的、有机会的，给大家提示这个参与的时机。如果整体走势太强，或是涨幅已经达成预期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去提示风险。所以大家有好的品种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约稿，当然在 QQ 约稿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会员的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本期视频我们要聊的是昨天晚上美联储发生的一件大事情。昨天也就是今天凌晨2点钟，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从这个 4.5 降息到 4.25。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近5年时间啊，它选择降息的这样一个走势图。通过这个走势图大家能看到啊，在疫情之前啊，整体来说的话，它相对是美联储是或者是美国政府，它维持的是一个低利率的这样一个政策。低利率政策的好处就是能刺激经济不断的去发展，而且企业的融资成本比较低，企业也愿意去向银行借钱来扩张它的生产规模。但是自从疫情发生之后啊，整个市场发生了这种比较混乱的情况。从相对的低利率，美国是一路加息啊，最高是加到了 5.50。 加息的原因是为了遏制这个所谓的恶性的金融环境，同时呢也是为了吸引全球的游资来投入到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当中。但是这种只是饮鸩止渴，它并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对美国政府或美国经济有一个输送的这样一个过程，只能认为它是一个短期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2023年底开始，它的利率一直处在相对的高位5.50， 直到这个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才开始真正进入到了第一次降息。那从最高的 5.50 到现在的 4.25， 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已经降了125个基点，但是还没有远远达到市场的预期。就拿最近的这一次来说，本身市场预期是降息50基点，但是实际美联储只降了25，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当前美联储不希望以太过剧烈的行为来刺激市场，他宁可把这50个基点分为2次，给大家传递一种就是我整体是维持降息，但是我是细水长流。但是我们要说到美国为什么会从前期的这个加息一直持续到最近1年来的这个降息，说白了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美国经济再次复苏，让美国经济维持在一定的微通胀的情况下，走势是维持这样子一个微通胀的情况下，让美国经济继续繁荣，或者说让美国的经济处在一个温和通胀的这样情况下，因为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利于一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所以昨天晚上其实说白了降了25基点，并没有达成市场预期。那同期市场的比如黄金走势也是走出了一个大幅的冲高回落如果昨天晚上降息50个基点，那可能昨天晚上的黄金走势就会比较凌厉，它可能直接就冲到或者收盘冲到3700以上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黄金昨天整体4小时来看的话，走出的就是一个冲高回落，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目前在这个位置可能是要调整了，所以近期建议大家啊，黄金已经触及到3700关键点位了，就不建议在目前这个点位继续追了啊，因为内部走势的延长浪特征特别明显。那走到这里的话，应该是也是完成了一个9波的一个形态，所以此处更建议大家把之前在相对低位进场的这些仓位啊减仓，等待这个调整结束之后啊，再重新布局最后一波的这一次的一个上涨。这是黄金，咱们是一笔带过。咱们今天主要来说说美元指数啊，看看这个降息对美元指数的影响有多大。我们首先还是把美元指数调到咱们这个月线图。从月线图来看啊，前期的美元指数是走出了一个3波的长期的一个下跌或者是一个调整走势。那这个 ABC 形态已经是结束了。那从这个相对低位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大致是从71美元左右的价格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是向上发展出了一个5波的推动形态，并且这一次的推动走势啊，它是非常接近黄金分割 50% 的位置。截止目前来看，这一波上涨走势也结束了，也就意味着从这个相对的高点115美元开始，美元指数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中长期的回撤调整阶段。截止到目前来看，还没有运行完毕，后期整体走势可能是以这样的结构形态来完成，最终回落到黄金分割这个618的位置，也就是 87.50 87.50。所以从月线上来看，其实昨天晚上降息对于美元指数的走势影响并不大，它可能仅仅是在天图当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但是月线图它并没有改变后期或者是中长期我们继续看跌美元指数的这样一种预期。当然图中可能会有反弹，就跟黑色段这个走势一样，它可能是一个 B 浪反弹或者说这个 ABC 它后期会走势会演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双重三浪也是有可能的，双重三浪的走势结构也是有可能的。那无论是哪种走势结构，那么我们都知道目前美元指数只能等待这个3波调整结束之后参与到之后的这个 B 浪或 X 浪的一个反弹，只能是有这样一个中期的这样一个机会。除此以外，后期将会继续看空，整体目标会抵达到618 87.50，个人才认为这一次长期的调整才会结束，之后才会按照蓝色段的同类型的走势，会再次出现新一轮的中长线的5浪推动的一个形态。好，这是目前我们对于美元指数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和美元指数关联最大的欧元走势，其实和美元指数走势是非常类似的基本上是以一个相反的结构形态在发展，同样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向下发展出了5波推动5浪推动。那这里肯定是要针对这个5浪推动，它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反弹修正的走势。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可以看整体的反弹仅仅是靠近了 0.382， 也就是说当前此处有可能将会完成第一波反弹走势月线级别的第一波反弹走势，将会展开一次中期的2次探底形态。等这个形态结束之后，将会再次向上运行，走出这个3波整体的一个 ABC 的一个结构。所以长期来看，欧元对美元整体走势将会向上去发展也就意味着欧元对美元它将会处于这样一个长期升值的这样一个通道当中。但是中期结构又决定了我们要关注 1.20 这个大关，这个附近的关口，或者说再高一点的话不会太高 1.22 这个位置，因为大概率此次蓝色段的 A 浪就会在以上两处的某一处位置选择结束，然后展开中期结构当中的一个贬值路径，从 1.20 附近可能会贬到 1.05 或者 1.07 这样的位置，然后才会开始下一轮的 C 浪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前我们通过这个美国降息引导来看到了美元指数和这个欧元整体走势，尤其这个欧元就特别明显
当前的反弹仅仅是 A 浪的第一阶段的最后的一个末端，可能会有那么一个阶段，它是要处于贬值的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再看一下它之前第一波升值所用的时间，整整36根 K 线，也就是3年时间。那后期贬值这个路径，那么不说多，我们先预估它走个1年，1年或者是1年半的时间结束。等这波结束之后，我们才会考虑欧元的2次升值。那下一次升值有可能会直接冲到 1.30 以上。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通过今天凌晨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问题来大概说一说美元指数以及欧元对美元的后期整体走势。那么当下我们就是要持续的去关注今年到年底之前美联储降息这个预期能否持续，或者说能否超预期的有某一次直接降50个基点。那么对于后期美国经济，或者说是咱们目前看到的美元指数，或者说是欧元对美元的走势来说的话，都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